2枚印记而已，你逆河宗不会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吧？星河院赤发老者眯起双眼，阴冷的开口。风神子沉默，赤魂老祖也不语。2人看向韩宗，这赌注一旦赢了，对逆河宗而言也有很大的作用，最起码1枚星陨石就可弥补这一次的损失。只不过一旦失败，通天战舟的送出会让逆河宗的战力也下降一些，而且这通天战舟属于灵犀一脉，决定权在韩宗手中，且对于白小纯的了解还是韩宗多一些。韩宗抬头看了看代表逆河宗的那条暗淡的光斑，沉默少顷后，他想起了在白小纯身上出现的一次又一次奇迹。赌赢了的话，将极大的提升逆河宗的信心与士气；输在另外3宗面前，不敢赌就是认输。赌注虽很重，但实际上逆河宗输无可输。赌了。韩宗狠狠一咬牙，蓦然开口时，星河院的赤发老者哈哈一笑。这一次他早就给进入传承之地的弟子下了命令，他们的任务除了要获得一定程度的印记外，更重要的是阻止逆河宗，让逆河宗一个印记也无法获得。如此一来，1枚或许还是意外，可2枚，逆河宗注定无法获得。赤发老者内心冷笑，他更是知道这一次的传承之地开启因不是固定日期，故而印记山4周的禁制之力更大，以逆河宗白小纯一个人根本就无法靠近。道和院与集合院也都关注了这个赌注，彼此看了看后，都看出了星河院的打算。这明显是要借逆河宗刚刚站稳的局面，不但要让逆河宗吐出空河院吃下的资源，更要让逆河宗实力削弱。甚至可以想象，在之后的日子里，星河院的打算就是要逐步蚕食逆河宗，进而壮大自身。毕竟星河院与逆河宗彼此接壤，曾经的星河院被空河院压制的死死，不说养其鼻息而存，可在很多事情上要看空河院的面色行事。而眼下空河院的灭亡对星河院而言如同搬走了强邻。在这外面赌约成立时，传承之地内道和院的众人已走入1200多丈的范围，这里几乎就是他们的极限了。这还是依靠众人合力形成的巨人才可以如此，再向前寸步难行的同时，稍有不慎立刻就是灭亡。而集合院也到了900多丈的范围，此地一样对他们而言是极限，虽不如道和院，可道和院无法吃得下那么多的印记，也没有那种实力。这样的话，集合院就可确保自身的印记不会少。至于星河院最弱，只到了500多丈的位置，哪怕如此，可在道和院与集合院之后，他们依旧能获得一些印记，足以列为第3，瓜分逆河宗的资源。而印记山的印记此刻也陆续的出现，已出了10个。此刻的白小纯正红着眼，带着铁蛋去了另一个方向，与3宗遥遥相望，距离虽远，可也能彼此看到。这里是他通天法眼下看到的远离生机入口的绝地所在，只是靠近一些，他就感觉受到了若从这里踏入前方5000丈的范围内遭遇的禁制术法，其威力将远远超过生机入口那里。铁蛋，变小，老弟我带你进去玩。白小纯站在那里看了眼3宗后，冷哼一声，凛然开口。铁蛋一愣，眨了眨眼后身体一抖，不断的缩小，到了最后化作了巴掌般大小时，被白小纯放在了怀中。他深吸口气，一样身体抖了起来，发出咔咔之声。不死长生功配合天道金丹之力，使得白小纯的身体竟出现了收缩，如同缩骨缩肉。很快的，他整个人就小了一大圈，看起来仿佛成为了一个孩童。衣服都大了，白小纯索性一把扯下，右手突然抬起，向着地面一指，立刻黑芒一闪，龟纹锅出现。这是你们逼我的，我本不想作弊。白小纯咬牙喃喃，觉得很委屈，他也不想过分暴露龟纹锅，可眼下没办法，他深吸口气，整个人趴在了地面上，将龟纹锅盖在了身上。这龟纹锅本就不小，再加上白小纯之前收缩身体，此刻被龟纹锅这么一照，直接就容纳进去，远远一看如同一只乌龟。几乎在化作乌龟的同时，他的储物袋内立刻传出了兴奋的声音：哈哈，不愧是我的宠兽啊，小白你好样的，主人看好你哦。这渐渐的声音正是小乌龟。砰的一声，它竟也飞了出来，趴在了白小纯的身后。你闭嘴！白小纯怒吼，不再理会小乌龟，
而是顶着龟纹锅向前方5000丈范围的静止之地慢慢的爬了过去。小乌龟笑声传出，跟在白小纯后面，远远望去，一大一小2个乌龟正缓缓爬入静止之地。刚一进去，立刻天雷轰鸣，其威力比之前大了数倍，直接降临，轰在了白小纯的龟纹锅上。此锅坚不可摧，任凭那天雷如何轰击，白小纯在其内也只是受一些不小的震力而已。他皮糙肉厚，眼下全面施展不死长生功，配合天道金丹，这些震力如今于他无有大碍。此刻远处的三宗修士在争夺印记的同时，也察觉到了白小纯这里的异常，纷纷看去时，都看到了那一大一小2个乌龟。那是什么？这是乌龟壳。逆河宗的人居然这么有想法，哈哈！这白小纯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的乌龟壳，以为这样就可以抵抗此地的静止之力，居然不是一个。看到了吗？他后面还有一个小乌龟，有意思。三宗修士纷纷哄笑，就连道和院的众人也都越发轻蔑起来。星河院的笑声最大，尤其是陈云山，更是嘲笑之声传出。白小纯，你身为逆河宗少祖，为了印记，居然不惜变身乌龟。来来来，你若是给我磕个头，我可以考虑送你一个印记，怎么样？听到三宗的嘲讽，白小纯愤然的冷哼一声，心底暗道：你们给我等着！随着爬行，黑风呼啸，火海阻挡，更有冰刃瞬间凝聚。可任凭这些静止形成的术法如何强悍，竟无法阻挡白小纯半点。他顶着龟纹锅，在这前行中，渐渐的竟爬出了上百丈。这一刻，三宗的嘲讽之声慢慢的弱了，不少人都睁大了眼，呆呆的看着那一大一小2个乌龟，更有一些人甚至倒吸口气。那是什么龟壳？这怎么可能？白小纯所进入的位置是绝地，那里的静止之力比我们所在的地方要大了太多太多。天雷落下，火焰焚烧，黑风呼啸，这龟壳居然毫发无损啊！它速度快了！在这阵阵惊呼中，三宗修士一个个都目瞪口呆的发现，白小纯所在的龟壳似熟悉了四周的环境，熟悉了爬行一般，居然在这一刻速度快了起来。200丈、300丈、400丈，任凭天雷滚滚，术法轰鸣，这龟壳都没有丝毫停止，越来越快，此刻已超过了500丈。不可能！陈云山大吼一声，呼哧呼哧的喘气，他无法置信的看着这一幕。不但是他如此，集合院的众人也都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已看到不下上百道天雷轰在龟壳上，可这龟壳的速度却更快了，依稀的仿佛可以感受到龟壳下这一刻的白小纯那一脸得意的神情。哼哼，你家白爷一旦动手，我自己都害怕，你们居然敢欺负我！白小纯很得意，他手脚并用，在这地面快速爬行，渐渐的600丈、700丈，直至到了1000丈。在这个位置，道和院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可白小纯这里却欢快至极，甚至隐隐的三宗修士还听到了龟壳下传来的白小纯哼着的小曲。雷霆也好，狂风也罢，乃至火海，一切禁制术法，在那龟壳面前都如阳光下的雪般消融。这道和院的众人也全部傻眼了。三宗抓狂，有心要去阻止，可白小纯选择的位置是绝路，那里的静止之力最大，他们过不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大一小2个乌龟在他们的眼中越来越远，1300丈、1600丈，直至到了2000丈，那种他们遥不可及的范围。2000丈！该死的，这家伙怎么可能去了2000丈的范围？这岂不是说他走在了道和院的前方，会成为最先接触印记之人？三宗修士有人反应过来后，顿时引起了强烈的不可思议的哗然，更有强烈的嫉妒与不甘。在2000丈的那片区域，术法之密，几乎如雨，轰隆隆的不断落下时，白小纯停了下来，慢慢掀开龟纹锅，露出一道缝隙时，带着期待看着外面。他也遥遥地听到了三宗修士的哗然，可他们越是如此，白小纯就越是开心。此刻正得意时，忽然的印记山震动，有一枚印记刹那飞出，从内向外盘旋而来，几圈之后就靠近到了白小纯所在的区域。哈哈，现在没有人和我抢了吧？印记，来！
白小纯在龟壳下长啸，右手掐诀，快速向着来临的印记一指。这印记山的印记，比的就是谁距离最近，最近的一方占据最大的先机。此刻没有人与白小纯争夺，这印记飞来时一顿，竟直奔白小纯而去，刹那间就消失在了龟壳内。一个，白小纯大喜，三宗修士全部都看到了这一幕，一个个眼睛都红得跟兔子似的，尤其是道和宗的众人更是抓狂，爆发出全部修士，催动那巨人，试图再次前行。可很快的，又一枚印记从印记山上飞出，盘旋几圈后，竟再次被白小纯吸走后，三宗的怒吼滔天而起：“白小纯，你找死！这不公平！白小纯，你太过分了！”怒吼回荡时，白小纯更加大声地哼着小曲，在这龟壳下等了小会儿，当第三枚印记飞来，再次被他吸收后，白小纯很是满足，就在这里等着了，来一个，吸一个，哼哼。白小纯越发得意起来，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厉害了，甚至想小袖甩一甩，然后拿出镜子去问问贾叶藏谁是最厉害的。不过好在他知道这里不适合，这才忍住。白小纯这里舒坦极了，可三宗修士却彻底被刺激了。他们已看出，若是这么下去，白小纯这里的收获之大，怕是会开创一个奇迹。而在这奇迹下的他们，将成为整个宗门无数年之后都会存在的耻辱。尤其是道和院，此刻压力极大，这数十个结丹天骄纷纷不惜代价爆发出全部潜力，使得那巨人身影更为清晰庞大后，竟一口气推动着道和院的修士向前疾驰出了500多丈。而集合院与星河院也都拼了，纷纷在吼声中向前咬牙奔走。三宗气势如虹，甚至那些修士还取出了法宝，施展了神通术法，不但依靠众人之力，更是连自身之力也都施展出来，向着禁制深处急速而去。白小纯被三宗这突然爆发的气势吓了一跳，眼看三宗要追上来，白小纯也生气了：“我都躲在这里了，你们居然还要来和我抢，欺人太甚！”白小纯怒道，咬牙之下继续顶着龟壳向前快速爬行。小乌龟跟在后面，笑声传出，这一路他觉得太有意思了。时间流逝，白小纯在这爬行中还不忘了去吸收印记，随着一个又一个印记被他吸收，当道和院已到了2000丈，集合院紧随其后，哪怕星河院也都到了1200多丈时，三宗已经是真正的极致了，无论如何也都无法继续前行。可当他们看向白小纯时，却绝望地发现，白小纯居然已经爬到了3000丈，甚至还在继续。很快的，3500丈、4000丈，那种1倍以上的差距，使得道和院彻底绝望，集合院苦涩，星河院气得发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印记在飞出后，立刻就被白小纯吸走。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升起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无力感。4000丈，这不是真的！三宗修士全部抓狂。至今为止，星河院才获得了2个印记，集合院多一些，获得了3个，最多的是道和院，获得了5个，而其他所有的都被白小纯一个人吸走了。若仅仅是吸走也就罢了，可白小纯的声音还在不断的传出，去提醒众人他吸走的数量：31个、37个、43个。整个印记山都在震动。古往今来，任何一次的开启，从来没有人如白小纯这样如此靠近，使得整个印记山在这震动中，印记的数量也不断的飞出。白小纯越吸越是开心，回头扫了一眼，发现三宗都在自己身后很远后，他心底舒坦得很，索性又继续向前爬去，一边爬一边吸。47个、53个、58个。白小纯声音陆续回荡，距离印记山也越来越近。三宗修士在远处望着这一幕，他们的心中似有无数凶兽奔腾而过，看向白小纯时，目中已露出疯狂的杀机，似乎若白小纯就在眼前，哪怕规则不允许，也定要灭杀之。闭嘴！该死的，你无耻，作弊！我要杀了你！白小纯不屑，听到那些声音后，他在龟纹锅内转了个身，从后面抬起龟纹锅，看看三宗修士时，扯着嗓子大吼一声：“你们敢不敢来我面前与我巅峰一战？敢不敢？来啊！我在这里等你们！”他这句话一出口，如同火上浇油，顿时引起了三宗的怒吼。
尤其是陈云山，更是整个人神情都扭曲了，眼中如要喷火。怎么没人来啊？要不你们一起上吧，我在这里单挑你们好不好？白爷我等得很辛苦啊。哎，高手都是寂寞的，这里的风景很好，可惜你们不敢来。白小纯等了一会，叹息道：“再次一吸，又吸来一个印记。第59个。”白小纯习惯性的报数，看了看距离自己很近的印记山，他琢磨了一下，想着若是再靠近一些，不知会怎么样，没忍住，索性顶着龟纹锅慢慢靠近。与此同时，在这三宗修士癫狂中，他们无法坚持太久，已经在缓缓后退远离山峰了。而在传承之地外，这样的癫狂一样存在，犹有过之。巨石阵上代表四大宗门的四道光斑，在最开始的时候，当白小纯吸收了第一个印记后，逆河宗的光斑瞬间明亮起来。随着明亮，韩宗三人顿时喜悦，三人内心激动，此事代表了整个宗门的荣耀。他们对比其他三宗的光斑后，判断出这是白小纯获得了一个印记。只要再有一个，这一次我们就不亏了。赤魂深吸口气，握紧了拳头。不远处的星河院赤发老者内心则是咯噔一声，眉头微微皱起，但很快就舒展开来。恭喜逆河宗，运气不错，获得了一枚印记。不过这种运气，怕是无法坚持太。赤发老者仍是皮笑肉不笑，话语刚说到这里，还没等说完，突然的，逆河宗的光斑猛然间再次明亮了一些，没有结束，而是在很快的时间内，居然持续的变亮，很快的就超越了星河院的光斑。这一幕让三宗元婴都惊讶，星河院的元婴修士更是一脸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不但是他们惊讶，韩宗三人也都愣了，看着那不断明亮的光斑，三人相互看了看，都觉得匪夷所思。赤发老者面色极为难看，目中更有怒意，觉得进去的那些弟子都是一群废物，此刻正琢磨如何反悔。可就在这时，突然的，逆河宗的光斑竟瞬间暴增，没有轰鸣声，可偏偏在所有看去之人的脑海里，此刻都似有巨响回荡。逆河宗的光斑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越来越亮，瞬间超越了集合院。集合院的几个元婴真人全部神色一变，很快的又超越了星河院。星河院的白发老者猛地走出一步，死死地盯着光斑。很快的，所有人的面色彻底狂变，无法自持。逆河宗的光斑更加明亮起来，持续的暴增，那种暴增的速度让所有人都触目惊心，前所未有，不敢想象。远远一看，其明亮的程度璀璨到了刺目，成为了这一刻苍穹中的唯一，哪怕是其他三宗的光芒加在一起，也都无法超越，被彻彻底底的完全碾压。这是怎么回事？传承之地的印记，难道都被逆河宗一个人拿走了？不可能！天啊，上一次道和院排在第一时，似乎也没有如此明亮。这代表的是多少印记？三宗元婴全部骇然。星河院的此法老者此刻整个人都在颤抖，一脸的无法置信。他的呼吸急促，他觉得这一幕似乎是虚幻的，那么的不真实。是不是这光斑出了问题？赤发老者喃喃低语。一旁的集合院的几个元婴真人此刻不断的吸气，他们的目中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甚至更有焦急。这一次重新排列资源对他们集合院而言意义不大，只不过星河院许诺分配，这才同意。可眼下若是这么发展下去，他们就算是拿到了分配，也会损失巨大，得不偿失。此刻在这焦急中，对于星河院已有怒意，集合院都如此，更不用说道和院了。道和院的几个元婴身体都颤抖了，他们眼中都快要露出绝望。若是这一次道和院的收获还没有上一次多，那么他们参与星河院的计划，其损失之大难以形容。甚至一旦真的如此，哪怕宗门的天人老祖都会勃然大怒。不可能，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星河院的其他元婴修士一想到后果，也在哆嗦，纷纷安慰众人。可这种安慰太过苍白，渐渐的，巨石阵外一片死寂，所有的元婴真人都在目不转睛的望着苍穹中的光斑。在他们看去时，逆河宗的光斑居然还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越来越亮。相比之下，其他三宗的光斑早已不再有丝毫变化。韩宗三人
也都目瞪口呆，脑海在这一刻只有嗡鸣，一片空白。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白小纯在里面干了什么？赤魂喃喃低语，风神子与韩宗面面相觑。在这外面众人傻眼时，传承之地内三宗弟子的怒吼都已无力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白小纯顶着乌龟壳，居然在4000丈的位置，还在不断前行，甚至都到了印记山下。所有人都在心底深处产生了绝望。印记山下，那里是古往今来多少次的传承之地开启后，从来没有结丹修士踏入过的地方，也没有人知道在那山下的区域里存在了什么样的危险，更不知道一旦有人进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可今天他们一个个在看去时都明白，整个世界谁也无法阻止那该死的无耻的白小纯去以这种作弊的手段开创一个奇迹了。不公平，在这里居然还能作弊！苍天开眼吧，劈死这卑鄙的白小纯！三宗修士欲哭无泪的看去时，白小纯终于到了5000丈外，到了这印记山下。刚一爬入这里，白小纯愣了一下，他觉得好似穿透了一层水幕，不由得停顿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龟壳，感受了一番，发现这里居然没有雷霆，没有狂风，没有任何术法。咦？白小纯觉得奇怪，于是向后退出数丈，再次感受到了狂暴的雷霆后，他又前行几丈，察觉静止之力又消失了。在三宗众人绝望的目光下，白小纯来来回回尝试了数次，终于确定了在这山下的3丈范围内没有任何静止之力存在。于是他精神抖擞，在这3丈内小心地掀开龟壳，整个人站了起来，身体一晃，咔咔声中恢复如常，背着手小袖一甩，抬起下巴，蔑视地望着远处的三宗修士。哼哼，和我斗？你们谁敢过来与我白小纯决战？三宗修士沉默。如果目光可以杀人，那么此刻他们的目光足以将白小纯大卸8块后再卸8块。眼看无人理会自己，白小纯感慨地叹了口气，露出一副高手寂寞的样子，转身看向印记山。这座山太大了，白小纯站在山脚下，几乎看不到山顶，不知道摸一下会如何。白小纯收回目光，迟疑起来，想了想后，他觉得应该没有危险，于是小心翼翼地抬起手，向着面前的印记山轻轻一碰，赶紧缩回。印记山没什么反应，白小纯也松了口气。三宗修士全部睁大了眼，呆呆地看着白小纯。没事，那我放心了。白小纯嘀咕了一句，袖子一甩，手掌一把按在了面前的印记山上，正要吹嘘几句，可就在他这一次手掌与印记山碰触的刹那，轰鸣之声突然的从这印记山上滔天而起，甚至在这声响中，就连地面也都颤抖。苍穹翻滚时，这印记山上此刻还存在的数十个印记，居然在这一瞬间同时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眨眼间居然齐齐飞出，呼啸滔天。一时之间，数十个印记同时化作长虹，在这四周疯狂的盘旋。远远一看，那每一枚印记的光芒都无比多姿，让人看一眼就会被其色彩所吸引。而此刻，数十枚印记同时挥舞，这一幕让三宗修士全部心神震动，不知觉地传出阵阵吸气之声。就在他们吸气时，白小纯也被这印记山的变化吓了一跳，刚要收回手，突然的，在这天空盘旋的数十个印记，竟一个个全部直奔白小纯而来。容不得白小纯闪躲，这些印记速度之快，仿佛白小纯成为了一个黑洞，吸引一切，刹那间就与他的身体碰触，轰鸣之声回荡。这些印记一一融入他的体内，与白小纯之前获得的那些印记全部融合在了一起。这些印记在他的体内凝聚融合后，居然在白小纯的脑海里化作了一段口诀，形成了一道残缺的神通之法。因其残缺，显露不清晰，可在形成的瞬间，三宗修士身上之前获得了印记的那些人，此刻全部身体颤抖，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在他们的惨叫中，他们的身体扭曲，皮肤起伏翻滚时，之前融入他们体内的印记居然从他们的身体里骤然飞出。怎么会这样？不，我的印记！在这惊呼与哗然中，这些印记直奔白小纯而去，刹那间融入白小纯体内后，使得白小纯的印记在这一刻成为了100枚，100枚印记于其体内彻底归一。
残缺的神通瞬间完整清晰浮现。人山诀！白小纯脑海轰的震动，这神通之法深深的烙印下来。白小纯只是略微感受，就立刻察觉到这神通之法无比惊人。人与山容，成山人，而人在山前，称之为仙。似有一个沧桑的声音在白小纯的耳边喃喃低语，这声音刚开始还微弱，可到了最后，如同撕裂苍穹，在白小纯的脑海里超越天雷，轰鸣而起。尤其是最后一个仙字，更是仿佛开天辟地。与此同时，在传承之地外，巨石阵上的苍穹中，逆河宗的光斑在这一刹那轰然暴增，随着暴增，到了最后已不再是光斑，而是成为了一道长虹。这长虹惊天动地，轰鸣八方，甚至隐隐的似与虚无连接，不知通往何处。这一幕顿时让三宗元婴修士全部脑海嗡的一声。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偏偏随着逆河宗光斑成为了长虹，道和院、集合院、新河院三宗的光斑竟瞬间暗淡，到了最后直接就成为了最初始的样子。很明显的，逆河宗长虹的崛起吞噬了其他三宗的光芒。这不可能，这里面有问题，出了大问题。自古以来，一旦获得了印记，就不会失去。这一次不对。三宗元婴修士一个个神色变化之大，前所未有，眼珠子更是通红，齐齐看向赤魂三人。韩宗、赤魂、风神子三人也都目瞪口呆，因不知道传承之地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心中甚至对于进入传承之地的白小纯都产生了一丝敬畏。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你们逆河宗到底用的什么手段？此事不对。星河院赤发老者，他此刻内心颤抖。这一次的事情太大，他们星河院承受不起道和院与集合院的怒火，甚至他此刻都能感受到来自其他二宗的愤怒。这愤怒有3分在逆河宗，可却有7分在星河院，所以他只能祸水东引，要将逆河宗拉下来。可就在他话语出口的瞬间，突然的整个苍穹轰鸣，一个巨大的光人居然从虚无中走出。这光人刚一出现，威压滔天，使得整个大地都颤抖起来，让此地所有元婴修士都面色变化，立刻拜见。拜见使者。这光人目光深邃，看了一眼巨石阵内的庙宇，以他的修为也看不透这庙宇内传承之地的画面。不过对他来说，此事不重要，只不过是一道秘传神通而已。星空道集宗内有300秘传，从某方面来说，任何一道秘传都有惊天之力。除了那有数的10几道秘传外，其他秘传神通难以分出强弱。这人山诀，我记得曾经也是排在前10的秘传，可惜想要修成太难，故而绝响。算算时间，几万年来也差不多有人可以感悟出如何修行这道当年镇压秘境时留下的秘传之法了。巨人喃喃低语，右手抬起一挥，立刻苍穹出现波纹，这波纹扩散四方，使得整个天空看起来如成波澜的海面。人山诀今日有主，尔等4大宗门1个月内将此人信息烙印预检，送至星空道集宗备案。光人声音如雷霆，轰鸣四方后收回目光，一晃之下身影慢慢消失。他之所以到来，就是因感受到了人山诀的凝聚，此刻完成任务，回归星空道集宗。随着巨人的消失，星河院的几个元婴修士面色慢慢苍白起来，他们此刻再没有任何说法可以去指责逆河宗作弊。不管在传承之地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使者的出现与话语都定下了一个事实：逆河宗的白小纯获得了完整的印记，感悟出了人山诀。赤魂3人呼吸急促，相互看了看后，都看到了彼此的激动与振奋，甚至连腰板此刻也都更直了起来。道和院沉默，集合院苦涩，两宗元婴修士彼此看了看后，都主动的靠近了逆河宗。恭喜韩宗道友，哈，这一次贵宗的少祖感悟出了人山诀，引起上宗关注，日后必定一飞冲天。赤魂道友，白小纯此子如此不俗，我说你们之前怎么那么笃定，原来是这个原因。这白小纯，老夫当年在你们宗门内看到时，就觉得此人是人中龙凤了。两宗元婴真人纷纷笑谈，倒不是他们需要去追捧，而是此事他们难以交代，希望逆河宗不要那么完全的按照规则，
拿走所有的资源。小纯这孩子顽劣了一些，不知道在那传承之地内现在如何，我等也很挂念。韩宗三人老谋深算，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自然老道，甚至他们都不用去索要星陨石，自然会有集合院与道合院去为他们索要。此刻他们三人压着心中的激动，不谈资源的事情，而是提起了白小纯的安危。道合院与集合院一听就懂，虽无法传递信息进去，也难以获得里面的信息。不过韩道友放心，这印记已分配结束，一炷香的时间，里面的人就会被传出了。韩宗三人听后，这才略有放心，彼此寒暄，时而传出笑声。一旁的星河院众人则是面色苍白中带着难看，无人理会。而此刻，在这传承之地内，随着白小纯吸收了全部的印记，弥漫在四周的禁制术法刹那间消失。随着消失，威压也好，天雷也罢，还有那黑风与火海，都在眨眼间如被抹去。白小纯正沉浸在脑海中的人山绝中，突然身体被铁蛋碰了一下，这才清醒过来，立刻就察觉到了四周的禁制消失，更是看到了三宗修士在几千丈外那一个个目中的寒芒与疯狂。禁制没了，白小纯身体一哆嗦，下意识的退后几步，被三宗这数十人看得发毛。诸位道友，咱们都是中游的宗门，大家都是自己人。白小纯眼看这些人的目光不对，赶紧解释。可随着他的解释，三宗的修士一言不发也就罢了，可却都向着他走来，那目中的冰寒让白小纯内心一颤。在这里不能杀人啊，你们别冲动，千万别冲动。白小纯赶紧退后，内心咯噔一声，他看出来了，这些人有一部分纯粹是被自己气到了，要来泄愤，还有一部分则是被龟文郭吸引，欲来抢夺。该死的，这禁制怎么说没就没啊！白小纯心底哆嗦，欲哭无泪，后退时再次解释：诸位道友，大家分属不同宗门，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获得印记也是运气。刚才是心里憋屈，可都是个凭本事啊！愿赌服输，望各位道友冷静。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白小纯呼吸急促，话语传出时，也有一部分修士冷静下来，毕竟此刻事情已经结束，再争斗下去也于事无补，只是心中的气还是有些难以消散。白小纯一看有效，心底松了口气，知道这个时候绝不能招惹群怒，一旦这些人真的出手了，保不准把自己给灭了。虽然对方会有惩罚，可自己都被灭了，小命都丢了，不值当啊！正要继续开口劝说时，忽然的，他身边趴着的小乌龟突然跳了起来，跳到了白小纯的头顶上。白小纯内心咯噔一声，有种不妙之感，可还没等他阻止，小乌龟已干咳一声，扯着嗓子大声喊道：我看大家好像没听懂，这样吧，我把我主人的话解释一下，直白一些和你们说说。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一群傻鸡菜鸟也敢和我白小纯来抢，既然个凭本事，就别在那里磨磨唧唧，还不快滚！这话语极为大，传遍四方。之前三宗修士里冷静下来的那部分人顿时怒意爆发，而那些没有冷静下来的，此刻更是全身怒火滔天。尤其是星河院的众人，更是此刻一个个都发狂。陈云山第一个怒吼而出：杀了白小纯，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出手，将他灭杀。他死在我们所有人之手，宗门也都没法调查。他那口锅是至宝，杀了他，说不定白小纯一死，他的印记还会散出，被我们重新获得。陈云山话语一出，四周众人哪怕明知不大可能，但一个个杀意都弥漫。对于白小纯这里，他们之前已压了很久的怒火，此刻在小乌龟的话语下彻底点爆。瞬间嘶吼滔天，这数十个结丹修士齐齐飞出，铺天盖地，直奔白小纯轰鸣而来。远远一看，这些人气势惊天动地，掀起了苍穹变化，形成了灭绝之威，向着白小纯直接碾压而来。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白小纯惨叫一声，玩命飞奔，他心肝都在颤抖。他不傻，他知道自己哪怕再强，哪怕有不死金刚丹，有天道金丹，可面对这数十个地丹天骄，他根本就不是对手。对于坑了自己的小乌龟，白小纯心底那个恨啊！他此刻眼泪都快要出来后，轰鸣中不断逃遁，身后数十人疯狂追击。小乌龟时而出现在白小纯的身边，还扯着嗓子向着身后那些追击之人大喊：你们这一群傻鸡弱鸟，来啊！我家主人一个能打你们100个，来啊！有本事
来打我家主人啊！你闭嘴！白小纯要抓狂了，右手飞速抬起，抓向小乌龟，向着身后追来之人狠狠的一把扔了过去。你们杀了他泄怒吧，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呀！白小纯尖叫，小乌龟被扔出时还掀起了呼啸之声，速度极快，让人无法闪躲。砰的一下，拍在了一个星河院修士的脸上。那修士的牙齿都被拍出了一些，闷哼一声后退时，他的脸上赫然多出了一个黑色的乌龟的痕迹，有四肢、头颅、尾巴、龟壳，惟妙惟肖。小乌龟嗖的一声又回到了白小纯的身边，一脸炫耀的大声喊了起来：“怎么样，龟爷我厉害吧？哼哼，被龟爷我拍到的地方，就算是半神也都抹不掉。哈哈，小子，你以后脸上永远都要有龟爷的印记了。”这修士嘴角溢出鲜血，听到了小乌龟的话语后，他连忙抬手去擦脸上的黑色印记，发现居然真的无法擦掉，内心立刻紧张，怒吼一声，向着白小纯这里疯狂的追来。白小纯心肝都快要跳出来了，他很害怕，若对方只是一个人，白小纯立刻会转身，一身正气的打过去。即便是2个3个，白小纯琢磨着以自己的英雄气概，说不定也能去打一架。他觉得反正以自己的肉身，估计2、3个同境修士还无法将自己轰杀。可现在白小纯只是回头余光快速一扫，就看到至少有数十个同境修士一脸杀气的追击。一想到这么多人，若是每一个都给自己一下，哪怕不死长生宫再强悍，估计自己的小命也丢定了。想到这里，白小纯内心的憋屈如滔滔大海，对于小乌龟的恨更多了。小乌龟丝毫不觉得自己坑了白小纯，此刻跟在白小纯身边，目中露出兴奋，在那里不断的嗷嗷叫唤。哈哈，来啊来啊，你们这些弱鸡，有本事灭了我主人！这么嘶喊后，他又快速的对白小纯低声开口：“小白兽，你不要怕，不就是一群弱鸡吗？来来来，你把我扔过去，我拍死他们！”闭嘴，都怪你！白小纯怒吼一声，他不敢继续扔小乌龟了，一想到方才那个脸上有乌龟印记的家伙，此刻那疯狂的样子，白小纯就内心一颤，着急的向前疾驰逃遁。他的身后轰鸣阵阵，种种术法五光十色，有冰山，有天雷，有火海，有蔓藤缠绕，有数百飞剑撕裂虚无，还有大片的波浪凭空出现，在四周形成浩瀚的漩涡。这些术法的威力或许不如静制之力，可数量之多，集合在一起后形成的杀伤力一样惊人。且最主要的，面对这些人，白小纯也无法取出龟纹锅装死，静制之力不会掀开龟纹锅，可他身后这些人，他们有手啊！完了完了，这里印记山都没了，怎么还不开启传送啊？再不传送，我就死了！白小纯哀嚎，他速度虽快，可他身后的追击者太多，术法之声、怒吼之音不断的回荡。白小纯，你别跑！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变成兔子了？哼，之前你欲挑战我等，现在我们给你这个机会，你站住，咱们决一死战！这一刻，三宗修士无论男女，都需要把内心积压的郁闷全部发泄出来，杀意滔天，使得天地色变，风云倒卷。远远看去，这近100个结丹修士化作了近100道长虹，追逐前方的白小纯。尤其是之前那个脸上被小乌龟拍了一下的星河院修士，他此刻内心早已疯狂，脸上的印记他又尝试了好几次，可却丝毫无法擦掉，以至于他身边的人在看向他时都不禁神色古怪，似忍得很辛苦。这样的目光让这个修士抓狂，吼声最为强烈：“白小纯，我要杀了你！”轰轰轰！白小纯刚刚躲避了飞剑，穿梭了漩涡，走过了火海，可还是被几道雷霆闪电轰击，身体一颤时，铁蛋在他怀里想要冲出，被白小纯一把按了进去。“不要出来，这里都是坏人！”白小纯哭丧着脸，仗着自己皮糙肉厚，再次逃遁。这片传承之地范围不是特别的大，尤其是对结丹修士而言，以他们的速度，此地用不了多久便可横扫一圈。眼下白小纯惨叫中，已带着身后那众多结丹修士几乎绕了大半圈。他绝望地发现，这些人锲而不舍的同时，这传承之地的传送居然还没有出现。最重要的，那些追击的结丹修士已经开始兵分3路，从3个不同的方向逼近。白小纯这一次是真的抓狂了，他双眼赤红，
猛地大吼一声：“这是你们逼我的！小乌龟，来！”白小纯右手蓦然抬起，小乌龟在旁边一听白小纯的召唤，更兴奋了，嗷嗷大叫一声，身体瞬间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手中，被白小纯一把抓住，向着身后狠狠的一掷。嗖的一声，小乌龟化作一道残影，速度之快，绝非结丹修士可以闪躲。而小乌龟在这急速中还发出嗷嗷之声，眨眼间，他的身体就轰的一下落在了一个集合院的大汉的右侧脸上。声响轰鸣，这大汉惨叫一声倒退，喷出鲜血时还带着不少碎裂的牙齿。抬头时，他的右侧脸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乌龟印记，有头颅，有尾巴，有四肢，活灵活现。大汉愣住，下意识地擦了一把后，发现擦不掉，又看向星河院与自己一样被小乌龟拍中的修士，仿佛是看到了自己。这大汉眼睛立刻就红了，发出一声滔天怒吼，向着白小纯死命的追杀。甚至在这愤怒下，这大汉展开了独特的神通，身体竟一瞬间速度飙升，竟直接超越众人，出现时赫然在了白小纯的身边。白小纯，你给我死！大汉右手抬起，体内结丹气息轰鸣爆发，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更是在他身后隐隐出现了一尊魔手。一时之间，魔气滔天，这巨大的魔手直接伸出，向着白小纯一把抓来。在抓来的过程中，这魔手不断膨胀，很快就化作了数百丈大小，急速逼近。白小纯一样大吼，在那魔手来临的刹那，他右手抬起，向前猛地一挥，顿时紫气之顶骤然出现，向着那魔手狠狠地轰击而去。巨响惊天动地，天道金丹之力形成的紫气大顶，在与那魔手碰触的瞬间立刻崩溃，一同崩溃的还有那大手，更是在这崩溃中，这紫气大顶形成了冲击，横扫四方，使得那集合院的大汉全身一震，喷出一口鲜血。白小纯毫发无损，可他心中也有怒气，此刻右手抬起时高呼一声：“小乌龟！”小乌龟立刻兴奋的直接出现在了白小纯的手心上。白小纯身体一晃，刹那靠近这后退的大汉身边，拿着乌龟一巴掌落下：“我再给你盖一个！”白小纯吼声中，拿着小乌龟拍在了大汉另一边的脸上，又拍在了胸口上，很快的就连续拍了10多次。大汉鲜血不断喷出，目中露出疯狂，最终不惜散出体内的本命丹气，这才轰开了白小纯，身体急速后退，看向白小纯时，疯狂被骇然取代。而他的身体此刻密密麻麻出现了10多个乌龟印记。来啊！白小纯傲然开口，正要吹嘘几句时，几个数十人的术法之语呼啸而来，眼看那术法内天雷与火海弥漫，漩涡与狂风交错，更有无数藤条扭曲。白小纯内心一颤，急速后退。几乎在他退后的刹那，他之前所在的位置顿时虚无崩溃，被大片术法直接轰遍。太凶残了！你们仗着人多，有本事一个一个来！白小纯赶紧展开不死长生功，凭着强悍的肉身，急速逃遁时还不忘向追杀者吼叫：“对付你这种无耻之徒，我们就要一起出手，这样杀了你，我们哪怕触犯了规定，也都无碍。”星河院的陈云山在人群中连忙开口，声音传遍四周，坚定了不少人的杀意。陈云山，白小纯一眼就看到了陈云山，从始至终，此人就不断针对白小纯。白小纯记恨在心，此刻眼看陈云山还要继续说话，白小纯愤怒，一把扔出小乌龟，盖他嘴上，让他闭嘴。小乌龟兴奋地呼啸而去，速度之快，刹那就出现在了陈云山的面前。陈云山面色大变，想要闪躲，可却根本就快不过小乌龟，轰的一声，被小乌龟直接拍在了嘴巴上，满口的牙齿飞出，惨叫中身体倒退出去。白小纯！陈云山发狂，双眼充血，顾不得脸上的印记，大吼之时，双手掐诀，立刻阵阵星光之力轰轰降临，使得他的速度一下子暴增，直奔白小纯而去。给我滚回去！白小纯低吼，撼山状骤然发动，身体速度一样暴增，猛地向着陈云山直接撞去。二人速度都极快，白小纯更是快速地伸出自己的左脚，以其左脚大指，刹那间就与陈云山彼此碰到了一起。震耳欲聋的声音震动四方时，陈云山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扭曲，被直接撞得飞了出去，
更是在他的身上竟出现了一道道金丝，如同禁制，钻入血肉内封印一切。不自量力，我白小纯一根脚趾就可轰飞你！白小纯身体一晃，左脚的鞋子崩溃，露出了大指时，在那指尖上还有一缕缕金丝闪耀。他傲然地拍了拍衣衫，赶紧换了只鞋，咳嗽一声后继续逃走。他的身后，星河院的众人都怒火燃烧，有几人扶住了面色苍白陈云山后，陈云山身体颤抖，鲜血不断喷出，体内修为更是在这一刻如被封印，无法运转。他只能双眼露出癫狂，猛地大吼：“星河院诸位道友，我们布阵击杀白小纯！集合院、道和院的道友，今日此人不死，我们日后岂能甘心被其如此羞辱？”陈云山话语一出，星河院的其他修士彼此看了看，都立刻点头，瞬间体内修为散出，星空之力轰然降临，集合众人之力，顿时形成了之前对抗禁制的星光彩带。这彩带卷着众人，直奔白小纯而去，速度之快，比之前快了太多太多。与此同时，集合院那边，众人彼此相互看了看后，突然的，竟同时低吼一声，立刻有磅礴的魔气从他们身上冲天而起，赫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飞炉。这飞炉狰狞，在出现时咆哮一声，散发恐怖的威压，向着白小纯急速而去。眼看星河院与集合院如此，道和院的这些修士也都不甘心。他们可以想象得到，若是就这么出去了，那么自己等人在道和院内将很难抬头。于是纷纷咬牙。轰鸣间，那庞大的巨人再次出现。这巨人仰天一吼，迈着大步杀向白小纯。远远一看，星光彩带在前，飞炉在中，巨人在后。这集合了三宗之力形成的神通之法，正全力追杀。白小纯头皮都要炸开，面色变化，倒吸口气：“你们玩真的啊？多大点事啊！巨人居然不惜催发类似阵法之力，要来杀我！”白小纯尖叫一声，体内不死长生功运转到了极致，天道金丹之力全面爆发，速度加快。他速度虽快，可三宗集合众人之力形成的神通，速度更快。轰的一声，那星光彩带卷在了白小纯身前。白小纯全身一震，嘴角溢出鲜血时，飞炉逼近，吐出一口冰寒魔气。在这魔气中，白小纯全身都要僵直，嘴角溢出的鲜血都成冰渣。还没等恢复过来，巨人临近，一拳轰击。轰！白小纯喷出大口含着冰渣的鲜血，身体被抛了出去。他披头散发，双眼红芒更多，猛地一拍储物袋，顿时取出了大量的丹药，带着凶残向着后面狠狠一扔。这些丹药里各种怪异的成分都有，此刻飞出后，随着爆开，立刻就影响了众人。白小纯趁机急速逃遁，内心紧张之余，也有抓狂。该死的，怎么这里还不展开传送？老祖啊，我小命要没了啊！白小纯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了，眼看后方三宗修士再次集合众人之力，化作神通追来。怕什么？有我在，你只管把我扔出去，不就是区区法相投影吗？龟爷我不知灭了多少个了。小乌龟在一旁不屑地开口：“你们欺人太甚！”白小纯仰天大吼，整个人煞气也都爆发。他此刻豁出去了，右手抬起时高呼一声，小乌龟立刻兴奋地再次出现，被白小纯又狠狠扔出。轰！小乌龟的身影瞬间就出现在了道和院的巨人面前，竟没有丝毫阻碍，刹那穿透进去，直奔巨人体内的道和院修士而去。这一次被小乌龟拍中的是道和院的一位女弟子。这女弟子原本气质出尘脱俗，此刻虽有杀意，可那俏脸依旧绝美。只是眼下随着巨响传出，小乌龟居然当当正正直接落在了这女子的正脸上。女子痛的眼泪都出来，惨叫中后退时，身体颤抖的发现四周众人看自己的目光充满了怪异。她呼吸急促，心跳加速，右手立刻从储物袋内取出一面镜子，只是看了一眼，她就发出前所未有的凄厉尖叫：“白小纯，我要杀了你！”女子疯狂了，头发乱舞飞起，向着白小纯轰轰而去。可白小纯速度太快了，又皮糙肉厚，极为灵活，而他情绪的波动立刻就影响了众人合力形成的巨人。白小纯眼看有效，立刻激动，右手抬起时，小乌龟再次飞出。轰轰轰！白小纯也发了狠，在这被追杀中，只要被术法神通轰击到了身上，
就立刻咬着牙召唤小乌龟扔出。很快的，他身后的那些追杀者，有大半的脸上、胸口、腰上、腹部，甚至有几个是在屁股上，全部都留下了小乌龟的印记。小乌龟的印记极为恐怖，即便是印在了衣服上，可却能穿透衣服，直接出现在皮肤中，甚至它居然还会发光，似乎生怕别人看不到。即便是再厚的衣服，再强的防护，竟也无法阻挡小乌龟的发光。有一个女弟子是被印在了胸口上，此刻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所有人都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她的胸口内漆黑的小乌龟的印记，哪怕有人施展防护法宝要去阻挡小乌龟的到来，可都无效。这小乌龟的恐怖，在这一战中让所有人都抓狂。而他们集合众人之力形成的神通术法，或者是因众人情绪的波动，又或者是因小乌龟的印记，此刻不断的波动之下，眼看就要溃散。你们人多，我打不过你们，可我能恶心死你们。白小纯也很心惊，他觉得小乌龟太损了，可一想到这些人追杀自己，立刻就恨恨的道：小乌龟，你确定你的印记怎么也擦不掉？你放心，半神也都擦不掉。小乌龟傲然开口，看了眼后方那些没有被盖上印记的修士，顿时跃跃欲试。好，是他们过分在先，也就怨不得我了。白小纯咬牙，袖子一甩，立刻卷着小乌龟呼啸而去，直奔那几个还没有被拍中的修士而去。这几人有些迟疑，可此地所有人都不认为这印记是无法抹去的，在他们看来，最多回去后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总是可以去掉的，若还是不行，在宗门长辈的帮助下，也必定安然无事。所以虽愤怒，可追杀白小纯却是丝毫没有停顿。很快的，随着轰鸣之声的回荡，当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了小乌龟的印记后，三宗众人形成的神通术法再也无法坚持，星光彩带第一个崩溃，随后是飞炉，最终道和院的巨人也都坍塌下来，露出了一大群身上都有乌龟印记的修士，一个个发狂，化作长虹再次追来。白小纯，我发誓要杀你！该死的，若不杀你，我就不姓刘！白小纯强悍的肉身在这一刻体现到了极致，承受着数十人的轰杀，他嘴角的鲜血不断的溢出，内心颤抖，可他的反击一样犀利。无论是亲自出手，还是小乌龟的印记，都成功的让所有人的愤怒已经无边无际。好在传承之地的传送在这一刻终于到来，随着一道道传送之光的降临，众人的追杀也都被强行的停了下来。若是在规定时间内不走入传送之光，那么将失去离开的资格，哪怕是自身宗门也都无法来救援。他们虽想杀白小纯，可却没有要把自己留在这里的打算，眼下只能放弃，死死的盯着白小纯，仿佛想要用目光将白小纯活活剐了。白小纯内心终于松了口大气，在融合一道传送之光，即将离去时，他看着不远处一片闪闪发光的小乌龟印记，心底隐隐有些自豪与傲然。哼，让你们惹我，我一旦出手，自己都害怕。小乌龟在一旁也回头看了眼众人，目中露出满足，更有感慨，其自豪与傲然的程度似乎比白小纯还要强烈。